哎呀，还是5月的酒喝得舒心呐。该说不说，你这大王做的是越来越有模样了。千头万绪，偏生还急不得。大事小事，只能从头慢慢收拾。都一样。小乙哥那儿也是一堆琐细事。官家身子不好，不做朝了，大事小情都得小乙哥做主，一天也睡不得2个时辰。小乙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，他做这些事儿不奇怪。可我呢，自幼顽劣、懒散，赶鸭子上架做了这个大王，偏生坚壁又瘦弱，撑不起偌大的局面。莫要自谦。此番出使，我们却是自扬州而来，所见朱门大户却是袍服，可是寻常人家，衣不蔽体，物无片瓦，家无余粮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来到吴越，自伯夷坞下船，我听闻也就是3、4年的光景，你将那伯夷坞翻了个5、6倍之大。且有万人跳卖营生，单凭这一点，你就比你的兄长做得好。那也是有六哥在先啊！啊，是。其实也没那么好，库府钱粮也没多出多少，民间钱帛往来、商事贸易多了许多，这倒是真的。府库中并无多余的钱粮可数。袁相公何必狂语？此行一路之上，所闻所见，吴越之富庶，即天下之冠。再说，朝廷也不是白要吴越之粮，这不是贡食，是贸易。尽朝廷所有，只要东南所需，皆可贸易。包括兵甲在内，国中不缺兵甲。李相公、王师仪，袁相公所言俱是实情。实不相瞒，国中正在裁军。裁军？袁老兄，此番官家和小乙哥遣李相公出使东南，究竟所为何来？想带你回京师，去京师里做你的大王。每个月朔望日，天蒙蒙亮，与我一同站到那明德门外去吹冷风。那可是好啊！那御史台的台玉我还没住够呢，只得半年的光景，整整胖了10斤有余。汴梁的食水养人呐，想得美！小乙哥那儿恨不得1个人分成5个用。我是帮不上他许多，你若能在，定能助他一臂之力。算了，不痴人说梦了。此番出使，实则是为了南粮北输的事情，也顺便看看吴越国是否可图吧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小乙哥如今不再是河东郡的藩子，是执掌天下、监理国政的储君，便是寻常的中财之主，连做梦都想着江山一统，更何况是小乙哥这等雄才大略、心系天下的英雄。此次你确实猜错了。能让他夙夜忧心的，不是什么破狮子天下，而是民生。莱州海贸，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。当年大王游历京师，走的便是这条海路。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，将门勋贵比比皆是，垄断商路。再加上又有
地方上的藩镇林立，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，从莱州到京师，却要历经重重关卡，忍受几十层的盘剥。只要陆路和海路都通了，南粮北输，便不是妄想。吴越国中，春秋2岁，能输送多少粮食北上？袁相公没有打诳语，国中府库并没有多余的存粮，多余的粮食都在民间。如玉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开了莱州海贸，民间商贾自家便会把粮食从明州走海路运往京师。做不到。方才下官说了，要使这条商路通起来，朝廷需先做到一件事。对，免税。只要朝廷肯免去这条商路上所有商贾的税赋，海上路上全面，穿州过县皆无阻碍，东南的粮米便会如同钱塘大潮一般，汹涌北流。到那个时候，官家和萧一哥再无荒年之忧。你可知京师每岁春秋2季所需多少粮米？海上运输运得了那许多？那袁朗兄可知，只明州外海黄龙社一家，每岁往东营平安京运的粮米有多少？哎呀，那大碗小弟能吃得了多少？只是个中原天子。万世之租，其来就矣。用度所出，为皇削除。征算之条，当从宽减。为国之计，实足是先。自今，株洲府跳卖商贾凡输往京师之米谷麦等，有户部开具牒诏。各州县博弈物进行捐免其赋。此6条自广顺4年正月起施行。请大王奏准。用喜。下官已具表彰，回返京师之后，必当陈奏天子，自莱州之汴梁，凡持吴越国户部牒诏之商贾，其赋税捐书，尽皆免之。若有各州县官吏阻挠牵绊、横加勒索，朝廷当不令极刑，以诛之。此番真是解了萧一哥一种心头大事。那另一件心头大事，萧一哥当真只字未提吗？若真让你纳土，你肯吗？我倒是想过，但做了大王之后才明白，纳土之事没那么容易。因为中间还隔着一个南唐。抛开别的先不说，只一点，这不是自家的东西，我自家说了不算。前世不是吴越之主，是吴越之共主罢了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京师来的红绫敕报。
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子圣功不悦，怕是要大刑了。河山之谷，怎得不再现？江山社稷，不是长江大捷，也不是兵马钱粮，是水旱之年，赈灾的官府，是小康人家的隔夜粮米，是勤劳可得富贵，良善能行天下的太平年纪。阿爹，好好歇息。来世便享太平年。晋王戎天中瑞哲，神授鹰旗，自列王藩，为政清肃，授以神器，实为长君，可于就前继皇帝位，以中书令齐国公冯道充山陵使，加审太师，领所务从简肃，应援山陵义利人将，并须何故，不计近远，不得差配百姓。领取须用石柱废人工，只以砖代之。用瓦官纸衣入陵之时，召进税户30家为陵户。下士前揭开瓦官，辨识过陵内，切不得伤他人命。更赖将相协力，中外同心，共扶乃君，永光批作，主者施行。瓦片为官，马纸为衣。堂堂一朝开国天子，丧仪简薄如此，实在是历朝所罕见。朝廷没钱，